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3季大结局前情提要。艾瑞斯的死亡期限正在倒计时，拜瑞横跨8年找到了未来的自己帮忙。随机博士将会是拜瑞封印萨维塔的关键，但距离他研发出武器还早了4年。而拜瑞终于想通了一切，萨维塔就是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时间残留。就如同萨维塔之前说的，他就是未来的闪电侠。拜瑞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萨维塔曾经的亲身经历。当年拜瑞为了打败宗，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残留，而未来的拜瑞为了打败萨维塔，创造了一群时间残留。这群时间残留全部被萨维塔杀害，只活下来一个，就是萨维塔本尊。所有人都没有把时间残留当成真正的拜瑞，排挤和歧视让这个时间残留黑化成了萨维塔，这就是穿越时间的结果。拜瑞想要趁着萨维塔没有进入盔甲前下手，但他小看了盔甲的智能。萨维塔重回盔甲，离开了战场。当所有人都知道来龙去脉后，瞬间想通了所有事儿。冰霜杀手会完全信任他。明日传奇也收到几十年后的拜瑞发来的讯息，不要相信现在的拜瑞，萨维塔的诞生成为了死循环，未来的拜瑞创造时间残留，时间残留变成萨维塔，萨维塔杀死艾瑞斯，未来的拜瑞又创造时间残留，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既然萨维塔拥有和拜瑞同步的记忆，那么只要让拜瑞不再产生新的记忆，就可以走在萨维塔前面。结果这设备直接导致拜瑞忘记了所有事儿。拜瑞还以为这群人偷走了自己的肾，沃利说自己是拜瑞的兄弟，甚至让拜瑞怀疑起了自己的肤色。为了保险起见，大家一致决定不要再给拜瑞洗脑。不巧的是，这会儿警局需要拜瑞，就算演戏，乔也只能带着拜瑞走一趟。崔西这边的工作有了进展 ，HR 每天鼓舞他，给他提供灵感，难免日久生情。拜瑞这边需要他到法庭上作证，否则罪犯就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可现在别说作证啊，拜瑞连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不清。不过这种状态的拜瑞很开心，没有烦恼，不用再当闪电侠。另一边不出意料，萨维塔也忘记了冰霜杀手是谁。不过艾瑞斯尝试告诉拜瑞所有事，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回回忆。反而拜瑞更像是一个傻憨憨。艾瑞斯甚至想让拜瑞永远这样活下去。上次见到拜瑞这么高兴，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拜瑞还是得出庭作证，大家提前给拜瑞做好了提词器。朱莉安坐在陪审席给拜瑞打着配合，拜瑞已经紧张到满头大汗，汗水让提词器出现了短路，没有了帮助。拜瑞根本不知道该跟法官说什么。纵火犯被无罪释放，拜瑞虽然失忆，但是不傻，他知道自己造成了大麻烦。虽然自己很想帮忙，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在这会儿，拜瑞发现自己拥有超快的速度。另一边，冰霜杀手追到了实验室，因为拜瑞失忆导致萨维塔失忆，萨维塔失忆导致了沃利失去了速度，这会影响到冰霜杀手和萨维塔的交易。冰霜杀手过来帮助拜瑞恢复记忆，但这是个双刃剑，如果拜瑞恢复了记忆，萨维塔也会；如果不恢复，城市就少了2个闪电侠。凯瑟琳毕竟是拥有双博士学位的人，在医学方面10个希斯科也比不上。希斯科开始打感情牌，想通过回忆让凯瑟琳重新回到实验室。和朱恋一唱一和显然触动了凯瑟琳的心，他们一边给拜瑞想办法，拜瑞一边玩着自己的神速力。纵火犯被无罪释放后又开始放火，沃利没有办法去帮忙，实习生闪电侠拜瑞必须去。乐于助人是拜瑞的本性，到了现场拜瑞慌了，自己对速度根本不熟练。凯瑟琳已经提前给拜瑞的战俘放好了设备，靠电击刺激拜瑞的大脑，让他恢复记忆。一阵电疗过后，拜瑞的记忆神经已经激活，只需要有人加一把火就能恢复正常。大火还在蔓延，艾瑞斯把拜瑞家破人亡的事情告诉了他。最痛苦的记忆最有效，所有的记忆涌入拜瑞大脑，想起所有事儿的除了拜瑞还有萨维塔。沃利恢复了速度，赶来帮助老哥灭火。闪电兄弟把纵火犯送进了监狱，看到拜瑞恢复了记忆，凯瑟琳默默地选择了离开。大伙追上去想挽留他，朱恋发誓自己会做出解药。凯瑟琳不领情的扭头就走，却又一瞬间陷入了纠结。HR 和崔西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好消息是神速力大炮已经完成了，只差一个足够大号的能量源供能。坏消息是他们找不到那么大的能量源。距离艾瑞斯的死只剩24个小时了，仍然没有任何能量源的线索。艾瑞斯悄悄在拜瑞不在家的时候录下了遗言。终于在几个小时后，希斯科找到了能量源，就被放在了天眼会。拜瑞立马找到莱拉想要借一下，之前说过闪电导致莱拉和迪哥的女儿变成了儿子，莱拉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所以他这次不想帮助拜瑞。这个能量源就从支配者的飞船上拿到的，一是因为太危险不能交给拜瑞，二是因为莱拉不相信他。为了艾瑞斯，拜瑞决定去偷走设备，但天眼会可不是说进就进的，层层陷阱，还拥有一个超大抑制器，只要进入大楼就没办法使用超能力，想要不依靠超能力进去根本不可能，除非得到一个人的帮助。拜瑞穿越到了1892年的西伯利亚，找到了还没有牺牲的斯纳特。斯纳特假装自己不想帮忙，就为套出了拜瑞的实话。斯纳特只有一个条件，按他的规矩来。冰霜杀手回到了萨维塔身边，他试图让萨维塔良心发现，但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萨维塔的心连着血管都是黑色的，而拜瑞刚刚时间旅行找到斯纳特帮忙的记忆，也同步到了萨维塔的大脑中，这给萨维塔提前预防的准备。
斯纳特这边部署着盗窃计划，他秉承一个观念：制定计划，执行计划，计划失败，随机应变。总而言之，就是见机行事。斯纳特外加一个条件，婚宴上别让自己太孤独。在自己拿到手之前，白瑞要让乔带着艾瑞斯离开，逃到什么地方不能告诉自己，防止萨维塔知道。乔和沃利带着艾瑞斯来到了地球2找威尔斯帮忙。白瑞和斯纳特按照计划潜入了天野会。白瑞依靠 HR 的易容魔法棒伪装成了莱拉，把潜入改成了闯入，一路来到了天野会最深处。锁住能量源的大门是特制的，重达25吨，能够抵御30兆吨的核爆炸，造价近1亿元。希斯科一筹莫展的时候，斯纳特就已经开了锁。偷东西方面，没有人比斯纳特专业。可是存放能量源的屋子里，不仅仅只有能量源，还有被关起来的鲨鱼王。游戏的难度增加1倍，计划失败，现在立即随机应变。斯纳特一听鲨鱼王的称号就笑出了声。斯纳特给白瑞科普了一下，大多数鲨鱼都是冷血动物，而眼前这个大白鲨是拥有部分温血，只要温度够低，鲨鱼王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斯纳特拆下了冷冻枪的核心，鲨鱼王立马昏睡了过去。2个人暂时没有还击能力的人被休眠的鲨鱼王给吓个够呛。拿走能量源的瞬间，警报响起，大门瞬间关闭，白瑞逃了出去，斯纳特却被关在了里面。斯纳特让白瑞快点跑，但白瑞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朋友，他留在门口等待。2分钟后，天眼会就赶到。希斯科必须黑入系统打开大门，大门开启条缝，斯纳特往外爬，白瑞不惜性命拉住了斯纳特，但天眼会也来了。莱拉在监控里看到一切，他看到了白瑞冒着生命危险和失去能量源的风险救走了自己的罪犯朋友，这让莱拉对白瑞态度大转变。莱拉认为白瑞是值得托付信任的朋友，顶着被上头查水表的危险，把能量源给了白瑞。白瑞把斯纳特送回了1892年。临别前，斯纳特提醒白瑞别试图在萨维塔的游戏里打败萨维塔，善良和希望才是白瑞最大的优势。另一边，乔一直保护着艾瑞斯，艾瑞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所以把戒指摘下来给了乔，让父亲暂时保管下。由于知晓了一切，萨维塔才伪装白瑞赶回了实验室，演戏说自己和斯纳特拿到了东西。HR 一激动，把艾瑞斯的位置说了出去，这给了萨维塔机会。威尔斯立刻和朋友们全副武装，等待萨维塔。就连沃利都不是对手，何况凡人之躯的威尔斯呢？这个时候，和白瑞一样的男人直接带走了艾瑞斯。白瑞赶来后为时已晚，沃利被打断了腿，需要时间休养。他哭着给白瑞道歉。沃利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艾瑞斯，但他做的足够多了，剩下的交给白瑞就行了。比沃利自责的是 HR， 既然崔西的神速力大炮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只要按照剧本走就行了。出发前 HR 反常的安静，他认为自己从来没帮上忙，到了最后还帮了倒忙。HR 曾说过他会为了朋友们挺身而出，以命换命。希斯科提前出发，只留下了 HR。 他忽然震波到自己和凯瑟琳在树林里大战，他看到这个场景已经不止一次，终究是要面对现实。希斯科最终在树林里和凯瑟琳展开了大战，而新闻上报道着发生的所有事儿。萨维塔也如期而至，白瑞用神速力大炮攻击着萨维塔，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因为萨维塔早就有了预防的准备。魔法石源于神速力，所以可以对抗神速力。未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白瑞用尽全力冲过去阻止，那冰冷又锋利的刀刃还是刺穿了艾瑞斯的身体。艾瑞斯倒在了白瑞的怀里，和未来一模一样。HR 急急忙忙跑过来扛起枪，看到艾瑞斯之后，他精神崩溃了。艾瑞斯的兜里掉出了2个鼓槌，这是 HR 最爱的东西。他卸下了伪装，被萨维塔杀害的竟是 HR。艾瑞斯依旧活着。事情从希斯科离开实验室开始， HR 并没有独自留在实验室，而是利用匕首偷偷找到了萨维塔的位置。他趁其不备带走了艾瑞斯，等萨维塔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交换了面貌。HR 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为朋友挺身而出。刚刚找到了喜欢的人崔西，他没有享受爱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停止心跳前， HR 让白瑞给希斯科转达一句话，说完 HR 就闭上了眼。萨维塔离开前带走了神速力大炮，他找到了冰霜杀手，活捉了希斯科。未来的报道已经发生了改变，艾瑞斯没有死在特定的时间，那么关于萨维塔的死循环就要出现变故了。HR 的死让所有人都很沉痛，但他们必须要打败萨维塔。时间悖论会让萨维塔被彻底抹除，除非他有别的办法，这也是他偷走神速力大炮绑架希斯科的原因。眼下第2个好消息就是朱利安终于研制出了治愈凯瑟琳的血清。另一边，萨维塔要打开神速力，让自己变成其一部分，这样就没有时间的限制，它可以存在在任何时间，比如说现在，或者刚才，又或者是昨天和明天。这样萨维塔就变成了真正的神。希斯科本不想答应，但萨维塔用凯瑟琳的生命威胁他，加上朱利安的血清记忆已经同步到了萨维塔的头脑中，希斯科不得不向黑恶势力低头。白瑞想起了斯纳特说过的话，他打算用自己最大的优势对付萨维塔。白瑞独自找到了萨维塔，他希望萨维塔接受自己的帮助，因为从现在开始，每一个记忆对萨维塔来说都是全新的，都是未来没有经历过的，未来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白瑞带着萨维塔一起回到了实验室，鸡生蛋蛋生鸡的轮回已经被打破，现在萨维塔已经没有必要伤害艾瑞斯，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怪物，只有艾瑞斯给了他温暖。
萨维塔总归是白瑞的残留，崔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萨维塔的人，但自己的爱人几个小时前刚刚去世，但凡有良心都不会去帮助杀人凶手。这一刻，崔西如同阎王一般审判了萨维塔的生死。他们请威尔斯过来劝说崔西，威尔斯不善言谈，但他比崔西更了解 HR 为了朋友牺牲了自己，为的就是换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萨维塔看到了曾经导致白瑞失忆的仪器，他说这个是未来闪电侠小队击败敌沃的关键。这个名字不但咒语说过，就连萨维塔也说过，这让白瑞摸不着头脑。萨维塔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怎么规划，如果白瑞真的救了自己的话，那自己应该如何存在？当然，他根本不想活在白瑞的阴影之下。魔法石发生了波动，波力带走了所有人。爆炸的瞬间，白瑞救走了艾瑞斯。这场爆炸如同萨维塔的计划，彻底打开了神速力。从头到尾，他就没打算洗白。希斯科这边还在尝试着拉拢冰霜杀手。萨维塔计划得逞后，打算杀人灭口。吉普赛突然出现，救走了希斯科。在平行宇宙里，他就感知到了希斯科有危险。这一次是特意过来帮忙的，两个人依然心灵相通。萨维塔打开了神速力，僵尸洞出来维持治安，被冰霜杀手直接冻成了冰渣。一切都按照萨维塔的 B 计划实施，他正在慢慢的变成无视时间的神。但他忘记了一件事儿，杰还在神速力之中。希斯科显然没有按照计划改造大炮，而是利用大炮把杰带了出来。这次萨维塔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一次机会，3个极速者同时追向了他。希斯科夫妇对抗冰刷杀手，只不过希斯科早有准备，他把血型丢在了凯瑟琳面前，让他自己决定。萨维塔突然抓住了希斯科，想让他付出代价，但凯瑟琳不可能让希斯科出事。此时距离萨维塔被时间抹除还剩几分钟，他打算利用这几分钟杀死白瑞所有的家人。这一次白瑞直接穿过了盔甲，把萨维塔赶了出来。没有盔甲的萨维塔只是一个普通的极速者，白瑞伸出匕首，打算彻底杀死萨维塔。善良最终让白瑞停下了手，他彻底摧毁了萨维塔的盔甲。萨维塔只能静静地等待几分钟后到来的死亡。临死前还打算把白瑞拖下水。艾瑞斯一枪击中了萨维塔，时间抹除了萨维塔。这就是因果关系。大家为 HR 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白瑞把 HR 的话转告给了希斯科。HR 说：“我投1块钱4个，嘿嘿。” HR 说是希斯科给了他力量，是希斯科改变了他的观念。这件事希斯科和威尔斯他们断不开的联系。凯瑟琳偷偷来到了葬礼，但他并没有使用血清，他已经脱胎换骨。凯瑟琳和冰霜杀手变成了共同的存在。夜晚，神速力发生暴乱，实验室一片狼藉，产生了6.6级地震的威力。神速力有自己的规则，如果被封印的人逃了出来，神速力就会变得不稳定。杰逃了出来，后果就是神速力控制不住，对地球释放自己的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有1名极速者进去承受一线。白瑞知道这个人必须是自己，这都是自己欠下的债。他把城市交给了弟弟沃利还有威尔斯。神速力中如同炼狱，白瑞这一去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像杰说的，马拉松有终点。白瑞拯救了太多的生命，临走前白瑞让艾瑞斯继续前行，好好活着。说完，诺拉就把儿子接回了神速力，神速力也消失在了城市上空。我是瓜皮儿，感谢大家的收看，闪电侠第3季完。